一杯热酒问长空，山河万里笑谈中，恩怨情仇皆消融。心归何处谁是同？寒暑经年几风光，金戈铁马笑长空。只愿此生化作风，吹散人间万古痛。此北京苍穹，今孤勇，今离人，今归舟。就算有3000个日月春秋，够不够饮尽这杯太平酒？今年正月，你在北边出了事，消息传到杭州，大王打碎了琉璃盏，你姑姑整夜哭泣，10几日里舟返南京。七郎君当殿请命，要率匡武都北上接你南归。老扶风王叫巡阅湖州、睦州、衢州和安国一进军14件驻军，半个月行程1300里。总是洪处行事孟浪，举止不端，让2位王兄和姑父姑姑忧心了。九郎如今已是国家大臣，为人行事当有大臣体，再不可似当年那般任性妄为。是，洪处受教了。这一遭也实属不容易，总算没夺了吴越与大王威仪，也算有功。大王还在等候，走吧。还笑。一会儿说话小心一点。啊，哎，听我的吧。七哥，大王有教，洪处贵听。臣恭领大王教命。姑，此刻要忙正事，无心育儿之切。奉贤堂洒扫干净，儿子续贵便是。也让列祖列宗和2代先王见识一番咱们吴越前世这一代的英雄好汉。臣谨遵王教。年初，北面传来消息，故险些便要提兵北上。无论如何也要将卿等与九郎迎接回来，使卿等身陷险局，顾之过也。大王言重了。台州的事，故意禁止了。大王，是臣的孟浪误打误撞揭破此事，怕是坏了大王的大局，实在有罪。唉，一群城狐社鼠、虐民之贼，故又有何可姑息的？只是此时实在不是时候。
是金陵出兵了。水秋公，据金陵信报，7日之前，堂主明发王崇文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，不是苏州，是福州。南唐李璟即位后，自视为大唐皇室子孙，慨然有定鼎中原、恢复旧都之意。福州成为南唐向东南扩张的关键目标。原闽国将领李仁达占据福州，假意归顺南唐。公元947年，南唐再次派兵攻打福州，李仁达立刻向吴越求援。那李家父子的胆略，便也是那么回事，故意在北面备下了8珍席面，可这客人却只肯到南面吃我伯夷吾馆子里的鱼块，图小利而置三军于险地，亏他们还有脸自居金陵，以孙仲谋刘季奴自诩。大王，发大兵绕袭福州，于南唐国力固然勉强，于我吴越而言，也并不轻松。眼下可调之兵，那只有楚州、温州、处决诸都，最为便利了。但是作为中军能战之士，至少不能少于8000，缺额4000呐。姑给你补上这4000。大王已决议，调上直、中直、右直6都兵马南下，组建南面行营。内直6都，拱卫王城，一旦南下，西府之内若有昼夜之患，恐怕不能应付。姑还有亲卫都和亲从都，但姑已决议，请姑父入相府拜丞相，总领国中军务。臣请大王示下，南面行营何人为帅？姑以内衙上统军使参丞相府事养人权为南面行营都招讨，以水秋公为行营兵马都监，征发衢州、楚州、温州镇兵3万，并发内直、新城、武安诸都兵马为行营中军，南下救援福州。臣水秋招劝，谨奉王教。腿麻了吧？没有啊。起来吧。啊，这麻了。还好。没事。你这一遭啊，着实吃了不少的苦头。六哥不恼我了？都是同胞兄弟，有什么恼不恼的？更何况你这一遭又不是在胡闹。总归是让兄长们担心了呀。我家九郎啊，也学会做正事儿了。哎，六哥正事议完了。那就劳烦七哥陪我一同向六哥去赴庙。哎，也不急这一刻，你先去府里休息，明日是望日，功臣殿内当朝复命即可。公事未必不能归私底，规矩便是规矩，理不可废。王兄不在宫里。啊？三哥，六郎，是姑错了。承你叫我一声三哥，我也把话与你说明白了。
功臣堂上那个位置，我想都没想过。我如今信了。三哥会回杭州吗？六郎错得，5月前往，可错不得。成吉大位之后，调阅了两军的密档，这才知30年前是父王负了于大娘子。阿娘早就不在意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如过眼云烟，活着的人要往前看。三哥，父王当年真是寄厚望于三哥的，可我不想。三哥留在博玉坞，就是为了等我前来，将这些话说清楚的。都是些陈年旧事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本来使团归还吴越，在台州上了岸，我便该回去了。跟着来杭州，是为了带阿娘传一句话。于大娘子有何赐教？阿娘说，是父王负了她，看在旧日恩情上，她便饶了父王。可是2代人不能负了2代人。如今真娘也已经来杭州4年多了，若是让她没来安置，别说阿娘，就是我，也不会饶了你于九郎。三哥有何章程，不妨说来听听。我如今姓孙，不姓钱。钱家的事情我管不了，只是婚姻嫁娶，终究要讲个门当户对。汴梁的新朝天子，不是封了九郎，又为大将军，开府一统3司了吗？六郎认吗？三哥知道，咱们吴越一向是攻势中原大国。如今7郎已经进了相府，8郎也遥领了睦州。作为同宗兄弟，6郎不好厚此薄彼啊。国家公器，也不好任人唯亲。台州的事情，6郎想如何处置？台州的事，六哥打算如何处置啊？今日还未议及此事。事关台州5县10几万人的田土生计，若处置不当，到了秋后要出大乱子。我家九郎出长城啊！不只是台州5个县，先征后粮，兼并田土，涉及明台、温、睦、兀、楚6州的21个县，就连东府其中的3个县也涉事其中。不出事则已，出事便是大事。牵连如此广泛，稍有不慎，吴越根本动摇，塌天大祸，立地小强。只是，这还不是急务。那什么才是急务啊？要兴大兵了。建筑数年之前便归了南唐，若是福州，再俯首于金陵，国家便是4面皆敌。我说南北不能相顾，便是水路，怕也是不得安生。直说吧，
你究竟想要什么？大军南下，温州、梧州、楚州与闽地毗邻，却是山峦叠嶂，行军尚且不易，粮秣运转更是艰难。三哥是带老了兵的，当知此战凶险之处。父王还在时，曾与我议过，要对福建用兵，粮秣转运，当以海运为主。此次用兵，九郎会随军。然后呢？大军班师之时，九郎出知大军。出知大军，不是遥领。不遥领。九郎与八郎不同，是个胸中有主意的，只是少了些力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海风之际还有些时日。等到那时，海上之事，有我与阿娘。洪佐，待吴越遣使12州军民，谢过于大娘子，谢过三哥。随军出征，已经定了。这一遭回来，怕是没有之前那般清闲的日子可以过了。你心里要有个数。我又不通兵事，入得行营我能做什么呀？做什么都行。你是宗室，水丘宫也好，养人泉也罢，自然会敬你3分。哎，军中将变也不会有人来为难你。但是有一桩事情我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干预军中内务。这一点，七哥大可不必担心。自家人知自家事，弟弟这等斤两，哪敢妄言兵机啊？七哥，我能不去吗？你在京师不是颇有本事吗？一阵解帅太尉，当殿说赐便赐了。那如何能一样啊？那个时候我豁出去的无非是自家的性命，出兵放马的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系啊！弟弟如何敢托大？兵事筹划、军机调度，自然有2位帅臣和诸将担待，也没指望着你上阵厮杀、临阵退敌。你别忘了，你可是中原天子御口亲封的16位环卫官。你要是连军营都未曾进过，还当什么右卫大将军啊？内衙上统军使同参相府事养人权，可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。尚书左仆射兼领内都监使水丘昭劝，可江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。内衙副统军使张允、赵成泰，可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。与如故。臣等奉教。检校司空马步军内衙都指挥使钱弘处，志性英敏，气度宏深，怀匡时之宏略，报济世之伟才，可特授江东南面行营官军容使，权、穆、兀、台、衢、楚、温6州水陆都转运使，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、工事。臣弟弘处，谨奉王教。官军容使。是。官军容使，不伦不类。他是皇帝，是宗室，莫说一个官军容使，就是做主帅，那便也是做得。让九郎君做主帅，那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不要说是养人泉跟水丘，就是张云跟赵成泰
他们那些个军中的将佐都不可能会听他的。莫笑廉颇老，莫欺少年穷。汴梁巡视，算不得什么藩难差遣，然则刘知远纵横沙场数十年，虎踞太原，一观天下，尤其是肯轻易许人的，你们道他是笑话。中原天子亲封的开府仪同三司，右卫大将军，却未必是个笑话。父亲的意思是，大王想日后让九郎君以宗室的身份独揽兵权。60多岁的人了，我看你似是个笑话。斩头立血的买卖，却弄个娃娃守着粮道，这战如何打的吧？这九郎君有个混名叫于丈子，听说也会用刀，调理的一手好愉快。若是去山月楼做个厨工，定是不错的。3、4万大头兵，靠着他一个人捕鱼切块，却如何喂得饱啊？赵八郎，管住那张荤素不忌的破嘴！九郎君是宗室，是当今大王的同胞兄弟。经之于业，也是你能非议的。太尉，莫怪兄弟们嘴臭，这大军在外征战，若是断了粮草，这可是要命的局面。你都能想明白的事，大王能想不明白？凡事莫要自作聪明，虽说是在军中，但也不可乱了尊卑上下。若是教某知道，你们这帮阿杂丘巴，有谁对九郎君有不敬，乱了礼法，军律森严，却是莫怪本帅坏了兄弟情分。印信。符节。取得军中，诸事仔细，多听少说，谨言慎行，仔细不要闹了笑话。哎呀，弟弟晓得，王教上说的明白，权穆务台、瞿楚温6州水陆都转运使，提举将东南面行营，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。这意思是要在行营下面设置转运使司和提举公事司啊。大军南下，粮秣转运、甲仗辎重是1等1的要务，期间尸体繁聚，细事颇多。王兄知道你自有喜好数算，于此倒颇有心得。只是，毕竟干系着数万大军的衣食住行，万不可慢待轻忽。哦，是啊，这4、5万大军的粮秣辎重，全靠弟弟一个人扒拉筹算，万难周全。既是要设置转运使司和提举公事司，那其间总得有辽佐吧？齐哥管着吏部和泽能院，这2个司的辽佐任用是怎么个章程？英雄战危，军中的差遣不可玩笑。若是所用非人，你自家闹了笑话倒还是小事；若是干连旁人，干犯军法，掉了脑袋，那可不是跪几个时辰奉先堂便能无事的。哎呀，弟弟晓得轻重，只是大王和齐哥将如此重任托付于我，那弟弟自然得有推荐辽佐之权吧。你想举荐谁？2个人，其中1个人呢，勉强可用；另外1个弟弟此刻还不能托底，总得当面问过，才能决断。6州都转运司急文字，是个临时差遣。
我虽为王子，在军中却全无资望，勉强做个都转运使，品级不会太高，估摸着也就4、5品吧。手下的辽佐，至多也就是8、9品的样子。承蒙司空器重，人迹何敢设高怨低？品级且不必论，只怕财帛失陷，误了军国大事，到头来反倒要拖累司空。你有这份心，我便没什么不放心的。所谓机宜文字，顾名思义，机宜的不过是文字而已。你能长一线学功，学问想必是不错的。日常文书拟就，这个我不担心。但凡涉及数目算筹的，务必要仔细。看不明白、算不清楚的，一定要核准问时。既如此，人迹谢过司空赏罚。走，用过晚饭，随我去见个人。太尉，请。大王要抬举弟弟，封个官军荣使也还罢了，大军的粮秣给养是何等大事。九郎是在宫中教养惯了的，又未经过营武战阵，如何应付得过来呀？太尉可还记得裴松之著《三国志》中吴书《周瑜传》那一篇呢？周鲁吕。裴松之引江表传，鲁子敬带庄公瑾督南郡郡事，路过卢口大营，与吕子明夜谈，曾有一语：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汴梁之行之后，九郎已非昔日无下阿蒙了。穆侯而冠，自家知自家事。你的这4字，用在我这个余丈子身上，倒也不能说是错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大王之错。沈兄慎言，兵凶战危，军国大事岂得儿戏？沈兄，军国大事，的确不得儿戏。沈君，可有意教我？如何教你？你可知，在这营伍之中，一员镇兵一餐所费粮米几何？兵部册子我看了，一员正兵一餐，按规制需精米5葛。那只是文书上的数字。真到了军中，一员镇兵一餐能有2葛精米，已是奢侈。这是为何？在营为君，若是不懂得孝敬上官，便随便找个由头，一顿军棍便打杀了。换作是你，是填饱肚子重要，还是自家的性命重要？匪夷所思！军中有军律，有督监，怎能任如此乱规肆意横行？你以为军中的将帅上官不懂得这些？还是郎君觉得我吴越国这3代的大王全都被下面蒙蔽，对军中的情弊全然不知？军中的将变官佐，冒着风霜雪雨在阵前搏杀，他们图的是什么？图的就是富贵。平日里虚报名册、贪墨点兵饷，那都是寻常之事。可若真到了阵前再耍这些花样，将帅上官自然是不许的。没了平日里那些空头可吃，再不让他们乐肯些孝敬，难道等到战鼓响起，眼见着他们阵前倒戈吗？你以为这军中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天下都乱了近100年了，又有哪一年不打仗？能在这军中久经沙场活到现在的，又能是什么良善之辈？大王教命，着红处
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。我知道自己年方弱冠，财力不堪大事，故特命书简，行文则能院，提举公事司勾管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一职，还请先生去就。我为何要去就？若得先生抚允，红处愿专任先生。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营屋里边那么苦，我又不能陪在你身边，那万一……陪！我只是个都转运使，又不会上阵杀敌。再说了，去随便梁志行不都过来了吗？那营伍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呀？你不许愁眉苦脸啊，不许哭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报，官军轮使到。江东南面行营官军荣使，全穆务台瞿楚温6州水陆都转运使，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，末将钱弘处参见大帅，诸位太尉、将军。给官军荣使看座。谢大帅。末将，他真这么说的？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九郎是长进了。这一遭变梁之行啊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，做人做事儿颇有些敬业，越发的有板有眼。他也该有些长进了，否则这益州无限10几万的军民，我如何放心交到他的手上？王兄，台州这事儿也应该有个结果了吧？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，多少眼睛盯着呢？沈从岳、高旭下刑部狱论剿。沈从岳倒还罢了，高旭却是功臣子弟。顾家、马家、高家、杜家，开国10几家的功臣，族中子弟难免有个良莠不齐的，飞鹰走马者有之，吃喝嫖赌的也是司空见惯。更有甚者，杜兆达那种蠢货，到最终不过是丢了自家的性命。那你何曾见过像高旭这般丧心病狂的？以亲、以贵、以公，古也有之。
可这当国者，一碗水是要端平的。都招打主了，高旭如此大罪，若是纵了，你我兄弟何以对都灵公？是弟弟想的差了。杜浩呢？发回府去，让胡辽灵公自家处置。九郎，阿舅只求再见老令公一面。父亲不会见你，有什么话便说，我代你转达。台州的事儿，我是兄叔回禀过令公的，绝非我自作主张啊。父亲有言，你手中若有他老人家的回书，也或有其他的政务，自可直去刑部出手举发。若还念及胡杜两家的亲族恩义，便不要再为难父亲了。九郎，我想再见些一面。九郎，九郎，杜氏一族只你一人获罪，并无干连他人，你便自可放心的去，无需担心后事。父亲，办妥了，办妥了。夫人那边，不必管他。夫人最为娇气，近之则训，远则怨。你此刻若是紧着关照他，他便会觉得你自觉欠他的，啊？哭天抹地，为宠施教，久之便会生出是非来。现在不去理他，让他自家去哭去闹，冷上他几天，他便会忧心自己受了亲族的牵累，失去了宠爱，反倒便会思忖自省，心思便会转到顾宠上来了。内衙将人送来，大王连一句教命的话未曾有。这是大王在等父亲自家上请罪的书文呐。请什么罪？你阿爹有何罪？父亲就是不为自家打算，总要顾及胡氏一族上上下下几百口人的性命啊！当今大王嗣统已有5年，在吴越国根基已固，若一味傲岸自矜，扫了大王的体面。父亲今年已经89岁了，大王或可不为已甚。只是胡家100年之后，恐有不忍言之事啊。老大王是哪一年生人？先武肃王。啊，当是大中6年，长您6岁。哪一年薨的？保正7年，就是朝廷长兴3年。没了15年了，活了81岁。
也算是寿考。先王是哪一年生人？光启3年。哪一年没的？天福6年，享寿54岁。比你还小4岁。是。想的太多，时少时烦，便是手段呐。与王家比起来，咱们父子已是赚了。儿孙辈的事情，也让儿孙辈们自家去操心吧。江东南面行营急走了。何事啊？行营官军容使参合禁云令程德志。李兆准，相公，第9个了。是。婺州的田径，你在做什么？7个县征集来的粮秣堆在东阳江码头上整整10日，竟然没变了大半有余。他这个知州是吃草长起来的吗？郑志兄啊，战事周期，中枢都是一番手忙脚乱，下面的州县自然更是不堪。不出乱子倒是怪事。既出了岔子，剧本参奏罢了，他便是。为这等人气坏了身子，却是大可不必呀。旁人如此也还罢了，他田俊已是与国同修的宗戚，先王的内弟。自上个月15至今28日内，相府往婺州发了6道牒文，还有1道大王的教命。如此三令五申，他还敢如此轻忽，凭的是什么？真以为凭这个宗戚的身份，老夫这个丞相便斩不得他吗？几万里大江奔腾，几万里战马嘶鸣，几万里此情无声，几万里陌上花开，几万